余生呢？我不知道啊。啊，你明明跟他在一块儿的，你怎么能说不知道呢？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？二叔现在说话不方便。好吧，你们大伙儿先下去吧。你跟我说真话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吴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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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班主，黄梅儿让我见你来了，赶紧跟我走吧，快走，快走。二叔，你放心，他现在躲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。哎呀，现在是官府在抓他，他能躲过初一，躲不过15啊！我已经让人连夜把他送到外地去了，他来不及赶回来，特意让我回来向您老人家请安的。嗨呀，他向我请不请安，我不在乎，只要他能躲过这场灾难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哎呀，二太太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不该带他去见什么李清泉呐。二叔，你听谁说的？有没有这件事啊？二叔，你先告诉我是谁告诉你的？这件事情很重要，这不可能走漏风声的。二叔。胡兄，还查呢？这么说，你们全城搜查了一整天，包括他的亲戚朋友家都查了，可一直没有抓到吴宇生。当初我二叔让你放了吴宇生，就是利用他抓到李清泉。可现在主犯抓到了，他却跑了，让我如何向我二叔交代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抓到他的。你这么有把握？安庆就这么个小地方，他没处躲，一定去了上海。他不会扔下黄梅儿一个人走的。哎呀，这是金蝉脱壳！他留下黄梅儿，就是想制造假象，让我们在全城搜查之际，他一个人逃之夭夭了。他把黄梅儿看得比命还要重要，他是不会一个人去上海的。这还不简单？等他到了上海，再派人把他接走。哼！不，如果我是他的话，我就在安庆府先找个地方躲起来，等这阵风过去以后，我再去上海。尽管他煞费苦心，也逃不过我的神机妙算。哎呀，但愿胡兄猜的没错。你终于来了，快进来吧。饿了吧？快
吃点东西。外面情况怎么样？外面到处都在搜查，我刚才来的路上差点碰到他们。你觉得这地方安全吗？你放心吧，这是啸天表兄的房子，他表兄半年前带着一家人到芜湖去了，房子到现在都没有卖掉，不会有人知道你在这儿的。黄梅儿，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。我一个人在这儿想了很久，我觉得如果出问题的话，就是那次我和你一块儿去广济寺找清泉。但是我们那天防范工作做得很好，吴文在门口放风，而且事先我们也没有把事情告诉给轿夫，当时也没有找到便衣在后跟踪。那你说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？我们家有内鬼，我怀疑是巧菊。巧菊？那天我带你去广济寺，家里没有人知道，但是二叔却知道了。我问他谁告诉他的，他一直不肯说。后来被我问急了，他说是巧菊。而且那天巧菊应该跟大姐去观音庙的，可是不知道后来她一个人跑哪儿去了。出事以后，吴文告诉我，他发现朱顺和巧菊有来往。这个巧菊怎么这么糊涂？她怎么可以和朱顺有来往呢？其实我早就知道，他跟朱顺有来往的。大姐抽的鸦片，都是他在朱顺那儿买的。而且那一次，大姐让给刘家拿钱，也是他从中牵的线。啸天师姐还告诉我，胡明九就是从刘家知道的消息，而我们家跟刘家有来往的，只有巧菊。怪不得我们家一有风吹草动，他刘家第一个先知道。看来真是家贼难防。我也回家，一定把巧菊赶出去。你先不要冲动，在没有证据之前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菩萨保佑，保佑余生。哎呀，保佑保佑保佑！外面情况怎么样？到处是警察，三五一群的，气氛可紧张了。不过他们好像是没抓到少爷。真是急死人了！少爷现在藏在什么地方？是到乡下，还是到城市，或是去了上海了？依我看，他没走多远，一定找个地方躲起来了。何以见得？你想啊，时间这么急，他什么都没带，就算不带换洗的衣服，至少要带上钱才能出远门啊。万一他要去了上海，肯定会和戏子一块儿去的。看来，二太太知道少爷的藏身之处。他肯定知道，而且二叔也知道。我昨天问过他，他说他不清楚。哎，他骗你呢！他把你们给支开，同二叔躲在上方，说了半天的话，直到上灯时才离开。这么说，二叔也瞒着我。哎，是那戏子不让二叔告诉您呐。我早就跟您说过了，叔老爷耳根子软呐，几句好话就把他给哄住了。现在好了，吴家上下只有那戏子一个人知道少爷的下落，他捏住这一点，他就捏住了叔老爷的命脉啊！哎呀，二太太，巧菊不在屋里，您进来吧。二太太，你看这泥，他一定去过广济寺。这衣服上的草和鞋上的泥，咱们这一带除了广济寺有这种红泥，其他地方都是灰泥啊。把这东西包起来。哎，去叫田管家过来，当着他的面把这东西拿走。好。哎，小菊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我到处找你啊。我替大太太办事儿去了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是这样，二太太让你去一趟。我啊？啊，什么事儿啊？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去了就知道了。哦。
干什么？把他绑起来。是。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我要见二叔老爷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哎呀，不好了！哎呀，叔老爷、太太，不好了！那戏子把巧菊姑娘给捆起来了。什么？少爷现在生死不明，他还嫌家里不够乱呀？哎呀，巧菊到底犯了什么错，非绑人不可？二太太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快去告诉他，赶紧给我放人！巧菊是我的人，有什么事也应该由我来管，非得绑人吗？你还不快去呀！哎呀，他的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。我去找了，他不但不放人，他还指着我鼻子大骂呀！反了他了，我亲自去。哎，走。干嘛？放开我！我见太太，我要见二叔老爷！你干嘛？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啊！你干嘛？干嘛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陈巧菊，今天你要不说实话，我给你扔到井里去。我说什么呀？我什么都没干。前天早上你到广济寺去干什么？我没去过广济寺。你还敢嘴硬？好，我看你说不说。吴文，是，我让你不说。放开我！放开！我给我住手！住手！大太太，你们总算来了。二太太，反了你了啊！你又想闹出人命吗？二叔老爷，救命啊！二太太，二太太，巧菊有什么错？你可以问话，也可以把她交给我。你现在把她绑起来扔井里面，万一出人命怎么办？赶紧放人！田管家，解绳子。你们谁敢把他放了，以后吴府出事就由谁负责。你，二太太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二叔，李清泉被抓，就是他告的密。你胡说八道！我没有去过广济寺，我根本就没有告密。你还敢睁眼说瞎话？你刚才还承认了，现在又赖账。那是被你逼的。好，吴文在，把他的衣服和鞋拿来。我问你，这是不是你的衣服和鞋？那又怎么样？好，二叔、大姐，你们都听好了，他承认这是他的衣服和鞋。这衣服上的草和这鞋底的红泥，只有广济寺附近才有。他既然去过广济寺，要是心里没鬼，他为什么不敢承认？说，你给我说实话。不说实话，我打断你的腿！今天当着二叔老爷的面，我问你，昨天早上，你是不是跟刘府的管家朱顺在一起？没，我没有跟他在一块儿。明明有人看见你们在那鬼鬼祟祟的说话，你还敢赖账？那是中药铺的朱老板，我根本就不认识那个什么朱管家。那就是刘府的管家朱顺。朱顺。你吃里扒外，坏事做绝。前天跟着我到广济寺，看见少爷和李清泉在一起，昨天就跑去跟朱顺告密。你害得李营管被抓，害得少爷出逃。哎呀，老天哪，真是造孽呀！哎呀，这……太太，我真的不认识他，我只想救少爷呀！太太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只想救少爷呀！太太，太太，我只想救少爷呀！太太，真是家门不幸啊！出了这等事情，一个下人啊，丫鬟，竟敢知而犯上，大逆不道啊！如果按家法，应该将他捆起来，装入麻袋，沉入江底。族长说的对，陈巧菊身为下人，竟然向外人通风报信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，非重罚不可。
二哥的心情我理解，这话说的也有道理。不过毕竟现在是民国了啊，不宜用家法处置啊。即便是免他一死，也应该吊起来痛打一顿，把他卖掉。对，该打，是他自作自受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他是大太太身边的人，卖不卖还是由大太太拿主意吧。你说说你的意思吧。我听二太太的意思，她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巧菊是大太太身边的人，应该由大太太说了算。要问我的意思，我不主张卖，也不主张打。事已至此，无论是卖或打，都不能再挽回了。而且，他也并不是有心要害少爷，他只是中了别人的圈套，干了件蠢事而已。我看，把他逐出家门，让他回乡下老家吧。他想害余生，不能轻饶他。作乱犯上，这次要是轻饶了他，咱们这个家以后还怎么管了？啊？族有族规，家有家法，不打不足以平人心。一定要打，狠狠的打，再关他10天半个月的。二太太，你看到底怎么办？你不要护着他，就这么定了。把他捆起来，痛打一顿，关到后面柴院，然后派人把他送回老家去。我看就这么办吧。欧阳姐，黄梅儿，你来的正好，我现在马上动身去北京找我的父亲。现在除了他，没人能救得了清泉了。余生怎么样？他没事了，我现在把他藏在城外了。那这样你多费心了。我先走了。黄梅儿，你回去吧。你保重啊。你们一个个都是饭桶！是饭桶，是饭桶，我们确实是饭桶。在眼皮子底下，竟让犯人逃跑了！一个大活人怎么会消失呢？滚！是。胡兄啊，我看呐，他们一定是去了上海。怎么能让他跑了呢？胡兄，我早就让你设卡，你不设，这会儿人跑了吧？我就不信他会丢下黄梅儿一个人走。我们只要盯死了黄梅儿，就能够找到吴宇生。建雄啊，看来我们警察目标太大，这件事情只好拜托你了。没问题。我吃不下，你拿出去吧。小菊姑娘，这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你再这样饿下去，身子会顶不住的。哎，等等，啊，什么事？我想见田管家，我有话对他说，你能帮我找找他吗？好吧。少爷，吴家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巧菊姑娘被吴家关起来了。为什么？黄苗儿怀疑她向警察局通风报信。该死！现在正需要眼线，这条线偏偏却断了。
如果他在吴家，肯定能打听到吴玉生的下落。据说吴玉生逃到上海去了，人不在家，没什么可打听的。胡大人已经设卡了，他真要去了上海，早就被抓住了。少爷的意思是，他人并未走远。依我看呐，他就躲在附近某个地方。他不怕胡明九手下抓他？哼，越不安全的地方越安全，因为在眼皮底下，人们想不到，所以安全。那怎么办？你要死死盯住黄梅儿，如果吴玉生就在附近，他肯定会来找他。你要亲自盯住黄梅儿。是。哎，田管家，田管家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帮我跟大太太求求情啊！现在事情闹到这个份上，他也没办法。再说，现在二太太管家，你跟她水火不相容，离开这个家对你来说也许不是一件什么坏事。田管家，有些话我一直都没跟你说。我也想回家，可是我不能，我也不敢再回家了。为什么？我要是回去，他们肯定会把我撵走，或者再把我给卖了。不会，你是他们的亲生女儿，他们怎么会把你给卖掉？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。如果是，他们也不会从小把我卖给吴家。我是他们从路上捡来的。我的养父动不动就打我，有时候和杨勇吵架，他就会罚我，让我跪在地上，不给我饭吃，把我吊在梁上打。如果他们知道我被吴家赶出去，我再回去，那我半条命就会没了。没想到啊，你父亲看上去文质彬彬的，怎么这么心狠手辣？那是因为我一直在吴家当差，动不动就会给家里送些钱，所以看上去他们对我还好。要是他们知道我被赶出去，我再回去，我肯定没命了。田管家，我求求你了。哎呀，太太，巧菊姑娘托我转告你，她想跟你见一面。她说什么了？她想求求你，无论如何不要把她赶出吴家。说起来也怪可怜的，她如果被吴家赶走，回到老家，家里人都会不认她了。天下父母哪有不认自己女儿的？他们不是她亲生父母，她是孤儿，从小被捡来的。我怎么从来没有听她对我提起过？你看，要不要在舒老爷面前求个情？哪怕让他留在厨房里做个杂工呢，少给他点工钱。我何尝不想帮他，只是他太没有脑子，做出这种出格的事情，我怎么帮？太太，如果巧菊姑娘她被赶走了，只怕那二太太的尾巴就要翘到天上去了。我要是有办法，我现在就替她出面求情。二太太能答应吗？看来这个家里有她没有，有我没她。帮我备轿子，我要去一趟墨云庵。好。田管家，你叫人把巧菊放了。好。哎，去后院柴房把巧菊放了，就说我说的。是。
哎，起轿，起轿，起轿，走走走。停！家教。怎么不认识啦？还别说，要是在街上，我还真不敢认。我有事找你，我要尽快想办法让你去上海。你不要再犹豫了，我一安排好船就动身。我让啸天师姐送你。你不跟我一起走？我跟你一起走，目标太大，不安全。这样吧，我到了上海以后，让吴文回来接你。不必了。你走了以后，反正我也要离开这儿的。我忘了告诉你，其实邓班主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。黄梅儿，这事你从来没跟我说过呀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在找我的亲生父母。前一段时间，我打听到我的生母还活着，就在四川。我想去见见她。那你家原来姓什么？姓张。后来怎么会被邓班主收养？那时候，家里闹灾荒，全家人都下江讨生活，所以就走散了。黄梅儿，你显然还没有学会说谎。你看你，一说谎脸就红。是真的啊。黄梅儿，我知道你想离开我。要是说在皖北或苏北，我还有可能会相信。黄梅儿，你不要再找任何借口了。
其实我心里都很明白，不论上次还是这次，你要不是为了救我，你是不会回来的。我心里虽然不知道是为什么，但我还是很感激你。我知道，爱一个人就要爱他的全部，其中包括他的选择。你放心，既然你决定要离开我，我是不会拦着你的，我会尊重你的选择的。田管家，我们吴家有难，你不能不帮啊！我身为吴家奴才，一切听您的，无论你吩咐我做什么，我一定照办。我好不容易说动舒老爷，费了9牛2虎之力把少爷救出来，原本指望他能够回心转意，平平安安的过日子。可是没有想到，他一见到二太太，老毛病就又犯了。竟然没事找事，稀里糊涂的跟着二太太去见李清泉。你也看到了，只要二太太在，他就是不可能回头，我们吴家就不可能有安宁的日子。我想好了，为了吴家，唯一的办法就是……太太，您的意思我明白，只有除掉那戏子，吴家才能安宁。走得越远越好。走，快走！大哥，您让我见见田管家吧。不行，上头说了，谁也不让见。求求你，你行行好吧。虽然我是被吴家赶出来的，可我毕竟在吴家待了那么多年。这俗话说，不看僧面看佛面呀。你把他约出来，我不进去，我就在这儿跟他说话啊。田管家陪大少奶奶出去了，你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吧，回来我转告他。那不用了，谢谢啊。来，开门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好，好，李大人不愧是文武双全的血性男儿。可惜呀，落到这步田地，我胡某真是痛心呐。不过，也有一句话，叫做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”。李大人，我们两个谈谈好吗？李大人，事情都到这一步了，你就如实的招了吧，何必受这份皮肉之苦呢？
胡大人，你要想知道我李某身上的骨头有多硬，尽管大刑伺候就是了。嗨，你这又何必呢？你把盗走的东西交出来，不就没事了吗？说我偷盗机密文件，你们有什么证据？在北京失窃的现场，发现你丢失了的钥匙牌。我已经说过，钥匙是我李某在街上不慎遗失的，而且已经向旅馆赔付过了。难道你们还要利用这些搞什么名堂吗？哎，这就别来这一套了！我又不是3岁的孩子，你跟我弄这事干什么呀？李营官，我告诉你，你放明白点儿。大总统已经当上皇帝了，连国号都改了，你说你还留着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啊？你就是不为你自己着想，也该为你太太着想吧。你要是真有个3长2短的，她怎么办呢？胡大人，你这可真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要说我李某是打江反袁第一枪的勇士，你用不着给我上刑，我当仁不让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要想给我强加什么东洋汉奸盗窃文件之名，告诉你，你休想！我告诉你，攻打督军府这件事情已经查明，是少数士兵为闹饷之事一时哗变，这跟政治没有关系，跟你就更没有关系了。我劝你啊，还是别再想这件事了。哎呀，看来我李某这一枪真是吓坏了一群人的狗胆啊！至于因此为我开脱罪名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呀！你笑，你笑，看你能笑到最后。哼！把他带到刑讯室去，大刑伺候。少爷，这刀真是英国将军用过的。大洋公司总裁送的，绝对是真的。哎，怪不得少爷爱不释手。哎，今天黄梅儿没有什么情况，他又出去了，行动诡秘。我下午好不容易跟上他，又被他给甩了。这么说，他还在暗地里帮吴宇生卖命？应该是吧。奇怪了，我帮他找了好多凭证，足以证明吴家是陷害汪家的罪魁祸首，可他执迷不悟，一心为吴宇生卖命。哼，也不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。少爷，我看这女人心思太深，她会不会是趁吴家牢狱之灾的机会，将吴家牢底一捞而空，然后一走了之？要是这样，上次上北京他就应该下手了，不能等到现在。
这个，哎，你说，我要是告诉吴家，他是仇家的后人，会怎么样？这样一来，他想留在吴家也不行了。他是仇家的后人，又嫁进吴家当二太太，这无异于在吴家养了一条毒蛇。这大太太和田管家恨他恨得要死，正愁找不到把柄呢。如果咱们把这件事抖出来，吴家一定扫他出门。